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猪分享。今天的主角是一双看似简单平庸、没有特别的科技噱头，外观休闲的甚至像一双 Dunk 板鞋，但是却出乎意料的有着不错的实战性能。鞋子低调，球鞋主人却很高调，很爱露馅，还有露馅。场外新闻非常炸裂。没错，说的就是这双莫兰特1代。那就让我们随着接下来的内容一起来深度的了解一下这双莫兰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外观解析。鞋盒的话，就大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毕竟发售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，就不多赘述了。鞋身设计这次看似简单，其实暗藏玄机。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，就是中底外侧这里，利用断层的设计方式，在横切面做出了一个 J 字形的图案，和名字甲的首字母 J 形成呼应。同时横着看的时候，还有点像耐克的 Swoosh logo， 就真的是两个字。牛逼！同时，我购买的这个首发 Day One 配色也是做了部分的鸳鸯设计，像后跟用刺绣的方式呈现出莫兰特的背号12，是以浅蓝和深蓝两种颜色呈现。另外还有鞋舌外底的 logo 也是做了鸳鸯的设计 ，logo 也是由 JA 两个字母组成的类似三角形的形状，很像是倒过来的科比剑鞘 logo。莫兰特本人应该很崇拜科比，而且很喜欢这个 logo， 因此才会把它纹在自己的后背上。内侧足弓处呢，有莫兰特3岁女儿卡莉的签名，这个签名的字体非常的可爱，不知道是不是卡莉本人手写的字体。像后跟下方的 Morant 和上方12的字体都是比较可爱卡通的感觉，和转向鞋蓝、粉、奶油黄的颜色搭配，给人一种棉花糖或者说是冰淇淋的感觉，营造出来的风格非常的统一且强烈，充满了童趣。穿上脚也很清新阳光，可以给自己增添一份不那么直男的活泼气质。后跟布满了涂鸦风格的12AM 的字样，12是莫兰特的背号，大家都知道的。AM 就取自姓名 Ja Morant 中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和姓氏的首字母组成。同时12AM 也代表着凌晨12点，一天结束和开始的时间。具体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解释，我个人猜测大概就是全年后为了提高自己而付出努力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之类的意思。这样也是和配色的主题 Day One 是相呼应的。Day One 就是指在球场上全勤的投入和不忘初心，每天都像最开始的第一天一样，保持渴望的去努力。和艾弗森曾经说过的，我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我最后一场比赛来打，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还有一处呼应主题的就是前掌内侧写了一句 Start from scratch， 有从头开始的意思，大概可能想表达就是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开始，重新出发去追逐自己的目标。同时 Squatch 也有爪痕的意思，可能代指的就是灰熊队，因为灰熊队的前身温哥华灰熊队的 logo 就是一只带有锋利爪子的灰熊。而且后面也会推出一款 Squatch 配色，鞋身上面就是布满了爪痕的外观设计，同时也是向温哥华灰熊队致敬。那这里的 Start from Squatch 可能也有是指莫兰特的 NBA 生涯是始于灰熊的意思，也贴合 Day One 的这个主题。那如果换成姚明姚主席的话，就可以说是 Start from Red。那其他一些细节设计呢，就后跟涂鸦外侧是莫兰特的签名，内侧隐藏的白点连起来是 JA 的字样，然后内侧皮革上的透气孔是由大孔和小孔组成，把大的孔连起来就是数字12。鞋垫上也是布满了莫兰特的手写信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向家人、向过去成就他的人和事致敬感恩。哦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是我加上去的。总的来说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配色和外形的，上脚之后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在我这是符合了又帅又能打的条件。当然审美是很主观的，像第一视角前掌的肥大也被众多网友亲切地称之为胖头鱼。但是我个人更看重的还是球鞋的侧颜好不好看。平时出门路过有镜子的时候，基本都会忍不住的看一下球鞋的侧面。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习惯呢？而且不太实战的外表也更适合平时上班、上学、通勤和搭配，不会时刻给人一种运动感太强烈的感觉。随时有球局的话，也可以无缝连接，还省去一双板鞋的钱。我觉得这种2栖篮球鞋的设定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会更适合不单纯把实战放在第一位的用户，或者是看重实战性能，但是也不希望自己的穿搭太偏向运动风格的朋友。这次整体做工也不错，缝线胶水也处理得很好，并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瑕疵，开箱也没有浓烈的气味。接下来聊一下实战性能，装鞋或者从人气方面远不能达到接班欧文在耐克时的高度，但是从一双后卫鞋的实战性能来说，跟最后一双欧文正代欧文8的优异实战性能是很相似的，可以说是升级版有抗扭片加轻量化的欧文8。
首先说一下优点部分，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是这次前掌同时兼顾到了稳定性和灵活性，就像之前说过很多次的反52和 ON8 等鞋一样，在适当的位置保持足够的宽度，保证好前掌的稳定性，然后向鞋头急剧的收窄，同时做上翘和两侧弧形的上包，就能做到既稳定又灵活的微球形外底，非常适合灵活的变向挡。这一套篮球几何学做得比较好的，从我一个穿过那么多鞋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说，近几年就耐克和李宁还有亚瑟士玩得比较好。当然，耐克肯定又是其中的前辈，所以其实不难看出，耐克确实是想从实战性能上让莫兰特系列填补欧文系列的空缺。而且不同于ON8的是，它这次加了一块合格的、强度非常足够的抗扭片，这样 Phylon 本身也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材料，让整体的稳定性，包括抗扭转、防侧翻都不用再去担心。这次中底配置是 Phylon 为基础，加上前掌的长方形 Zoom， 非常复古的配置，不得不说我还有点怀念。首先 Phylon 不会像现在泛滥的爆米花一样，强度比较低、比较软，需要额外的包边，需要让鞋子做得更加复杂。Phylon 就可以直接大大方方的外露，在关键的侧向支撑的位置也刻意的做了上包，作为侧墙包边使用，强度也是完全足够。前掌 Zoom 只有在出上脚的时候会有点突兀，只要穿上一回踩开之后，缓震极限更高的 Zoom 刚好在核心发力位置和周围的泡棉互相适配之后，整个前掌就有感觉很平整，不会再有那种气垫凸起的脚感，从而还会带动整个前掌的缓震，整个前掌的缓震和回弹都会非常明显，也不会觉得气垫面积不够，踩下去的反馈也比较有劲，不会感到泄力，非常适合有爆发力的或者是跳人穿着。如果我能腾空1米左右，或者说让我不断的从1米高的地方往下跳，每一次起跳和落地，我觉得都会很需要前掌有非常好的缓震。后掌单纯的 Phylon 材料，不踩屎也不回弹，就比较平庸比较稳，也不会震脚，中规中矩的来又很靠谱。但是脚感和重量方面就没有现在新出的中底科技做的那么好了。不过就在这种前提下，重量依旧是控制的非常不错，单只43码只有365克左右，比 ON8 的375克还要轻，重量控制的非常好。上脚也同样是很轻盈，从而搭配上它整个灵活性，鞋脚一体的感觉也会有所提升。鞋面也是一个非常复古、朴实无华的配置，主要大网眼网布加人造革组成。那这个配置在鞋面强度方面自然是非常不错的，两侧和鞋头都有额外的皮革补强，鞋内填充也比较厚实，包裹舒适度也还是不错的。抓地力目前为止表现也很稳，看似错综复杂的纹路，其实还是以人字纹为原理，同时也不会太容易吸灰，抓地力这一项还是可靠的。而且这是使用了 XDR 外底橡胶，不管是对磨损程度的实际观察，还是外底的硬度数值显示，它都是可以完美的应对外场的挑战。从实战角度来说，这双鞋没有什么硬伤，但小的不足或者说不够完美的部分还是存在的。比如鞋面的贴合度和动态包裹，没有现在各种编织鞋面或者mono纱鞋面，还有拥有各种动态包裹科技的鞋面那么贴合。还有前掌是正常偏宽的宽度，所以如果是偏瘦的脚型，可能运动过程中会有两侧轻微滑动的可能。厚实的鞋面透气也是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，如果是在意透气的朋友，那也就不适合了。另外就是前掌内置气垫，自然场地感就没有那么强，喜欢贴地启动的朋友明显也不是很适合。除此之外，出上脚的话，前后落差也是微乎其微的。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穿着 ，Phylon 对比前面的气垫更容易衰减，可能后期会出现前高后低的落差，这部分也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。尺码方面，平时李宁43码，这张同样购买43码就行。长度我觉得跟 KD14 的内长差不多，比平时耐克的43码可能会稍短一点点。宽度是足够的，像我这种微宽的脚型也可以驾驭。如果是巨宽的脚，那建议实体店试穿，或者是可退换的渠道买大半码尝试一下。另外，我一直穿这种鞋头内侧内收的鞋，都不会有任何的不适，反而会觉得包裹很好，而且确实能增加前掌的灵活性。但千人千脚，如果你平时穿这种鞋头内侧轻微内收的鞋，都会觉得拇指有压迫感，那就不要选择这双鞋。最后做下总结。莫兰特1代是一双可以适应高强度实战的后卫鞋，除了场地感之外，后卫鞋应该做到的基本都有了。前掌气垫的加入也使得其更适合力量型、爆发力较强的后卫，复古的设计和配置依旧也还能打。另外，适合场上场下穿着的两栖属性也是更加方便。一双外形实战感太强的篮球鞋会比较难搭配日常的穿着，也会显得整个人太过于运动风，不是很 chill 的感觉。像学生党和上班族对搭配有一定追求的朋友就会比较适合。像我上学的时候，大概只有1-2双鞋换着穿，一双鞋经常是既打球又通勤。而上班族平时上班穿，下班临时有球局，你也不用多带一双篮球鞋。球局结束，你还可以接着去约会，无缝连接。审美就比较主观的了，我个人感觉颜值还挺高的。那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而且基本都是我自己拍摄的原创素材，有说错的部分也欢迎大家指正。如果觉得内容不错的话，也可以给我点赞、投币、加关注。非常感谢你们观看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